安德鲁。末期失智吞咽的危险。上回我们谈到了美国总统雷根先生，他过世的原因是肺炎，而不是阿兹海默症。为什么呢？这集就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问题。大家若有印象，我们有谈到阿兹海默症有很多长辈死于感染，肺炎也是感染的一种。为什么？因为失智症末期长辈一开始脑筋不太灵光，再来是社交与行动不灵活，大脑功能下降的情况下，可能无法有效地控制口腔、喉咙的肌肉运动，以及协调咀嚼、吞咽的动作。这通常是在一种持续性的中枢神经退化，以及全面性的身体代谢机能失调，加上吞咽及活动功能逐渐丧失。失智症吞咽困难的危险来自于失智症患者在开始产生感染、营养不良、失能卧床、褥疮等状况而死亡。失智症可算是一种身心功能全面性被破坏的一种疾病。失智症患者是极有可能面临吞咽困难的危险，可能导致食物或液体进入气管引起误吸，增加肺炎感染的风险。有不少人会很好奇，东西掉进肺部不是会有呛咳的反应吗？是的，但是你只答对了一半。一般人是如此，但是对于老人家来说就不好说了，多半是没有什么反应，因为反射的敏感度不佳。有加食物加了料，想说这样变粘稠了，应该不会掉进肺部。很抱歉，从吞咽摄影来看，东西掉进肺部也有一些一样没有呛咳的反射，东西还是掉进肺部里面，久了就是一种细菌成长的大本营。肺炎就是这样产生的，除了误吸风险外，还可能导致以下的问题：食物梗塞喉咙，有时失智症患者可能将食物吞下的时候卡在喉咙，导致窒息的风险。另外是因为进食不良必然造成的营养不良和脱水。吞咽困难可能使患者避免进食和饮水，导致营养不良和脱水。以上我们谈了不少失智症在中后期饮食的学理因果关系。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如何解决进食这个问题。首先要说一件事情，在生命末期如何给食物没有绝对的对或错，取决于各位家人们如何看待吃这件事情。不同民族与国家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，所以有自己的一个价值观。如果你的选择，你的良心过得去，就可以接受。如果没办法接受，就选择自己能够接受的，这个最重要。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活下来的人有一个美好的回忆。好的，如果吞咽困难，要如何进食呢？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安全的进食。第一，精细喂食，就是把食物切成小块或磨成泥状，使其更容易吞咽。尽量避免粘稠的食物，因为这些食物更容易卡住喉咙。进食的时候保持坐正的姿势，
避免仰头或俯身，有助于食物更顺利地进入食道，从小口吞咽，减少吞咽困难的风险。第二是人工营养管路的放置，这个部分可以分为鼻胃管放置与内视镜胃造瘘的放置两种。前者鼻胃管的放置在台湾非常常见，是经由鼻腔放一条管子，经食道到胃部，食物从鼻腔灌食进入到胃中，达到进食的目的。有些为了美观或者怕被拔掉鼻胃管，可以选择两段式的鼻胃管。后者胃造瘘 PEG 更隐秘，它是在身体与胃建立一个通道，食物透过胃造口灌入胃中。安社工做了一个比较，有口进食，患者会比较舒服，能够获得有口进食和品尝食物的满足感，保持和家人的互动，没有社交的剥夺感。但是在缺点的部分，喂食的时间相对就比较长，要有更多的耐心喂食，需要频繁的喂食，要花心思准备食物质地和变换食物的内容。第五，要准备食物的时间变长。第六，有呛食的风险。鼻胃管灌食的优点：第一，方便置入；第二，喂食方便；第三，管子有健保给付。缺点：第一，防止病人自拔管路，可能需要约束；第二，需要每个月更换；第三，造成胃食道逆流而引起吸入性肺炎；第四，容易造成鼻腔的溃烂。胃造瘘的优点：第一，不容易脱落；第二，不需要频繁的更换；第三，美观，衣服遮蔽；第四，不会造成鼻腔的溃烂。缺点也有一些：第一，需由医师在胃镜室进行更换；第二，腹部有伤口，需要伤口护理；第三，有感染和出血的风险；第四，半年内管路需要重新置换，需要自费，健保只给付半年一次的费用。虽然各有好处和缺点，目前医学界最高等级的系统性回顾与统合分析资料库研究发现，对于末期失智症的老人给予鼻胃管或者是胃造瘘灌食，或是有口喂食的3个组进行比较，并没有办法增加存活的时间，也没有办法改善营养的状况。而最后大规模的研究也发现，针对此一族群病人，管灌喂食并没有预防褥疮或加速已发生的褥疮的复原，甚至也没有减少吸入性肺炎的几率。为什么会无法减少吸入性肺炎的几率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外来的食物可以借由人工管道送入胃中，但是口水呢，一样会进入肺部。然而胃食管路的装置却可能造成病人的不适应。在临床上也常见失智的病人因为会自行移除身上的管路，因此四肢常常被五花大绑约束。这种情况在欧美国家被视为一种极不人道的处置，非常罕见。但是呢，在台湾却四处可见。这样可以理解吞咽的问题了吧？接下来你要思考
哪一种食物给予的方式比较适合您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